Hello， 大家好，我是谢木君，今天继续来讲推进城第3篇章的剧情。狱卒们看到麦哲伦，吓得落荒而逃。这个恐怖的监狱长发起飙来，连自己人都干，不跑啊就是个死。小冯看到麦哲伦后也大惊失色，他告诉路飞千万不要和麦哲伦打，但是路飞就是不信邪，嚷嚷着让麦哲伦让开，自己还要顺着香味去吃饭。麦哲伦冷漠地说：“你不用再吃饭了。”通过调查，监狱方面早就掌握了路飞此次来到推进城的目的，那就是救出自己的哥哥艾斯。不过有一点让麦哲伦十分困惑，就是路飞是如何通过层层守卫从外面入侵到推进城里面的。这一点麦哲伦打算用尽满清10大酷刑逼路飞说出来。路飞打算像以往一样不跑也不服，正面就是杠。不过他这次真的遇到茬子了，而且是非常恐怖的那种茬子。香波地群岛的经历此时还没有让路飞有所成长。麦哲伦用一条毒龙追杀路飞，路飞也不管那么多，管他是什么，先来一拳再说。路飞对准毒龙出拳，小冯突然冲过去，用身体扛下路飞的拳头，并将他推出10米开外。麦哲伦的毒是麻痹神经的毒，中毒之后全身就会生不如死的剧痛，最后暴毙而亡。路飞听到小冯的介绍后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和小冯转身就跑。小冯变身成路飞的样子，吸引毒龙注意，让路飞先走。结果麦哲伦直接用出了3条毒龙，一起追杀2人。那些还没来得及逃走的狱卒直接被卷入了毒龙之中，瞬间传出撕心裂肺的惨叫。路飞急中生智，猛地跃上火焰上方的一个平台，一条毒龙追上去，遇到火焰后被烧开。麦哲伦接着从嘴巴里吐出一个泡泡，毒瓦斯弹，小泡泡预热后瞬间爆炸，威力惊人。最恐怖的是，爆炸后毒气迅速在空气中扩散开来。这种毒气不会致命，但是会让吸入毒气的人不断打喷嚏，泪流满面。路飞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眼看着一条毒龙向自己冲过来。接着麦哲伦利用毒龙制造出的毒通道滑到路飞面前，拔下自己头上的恶魔之角，猛攻路飞。路飞被毒瓦斯熏得很难看清麦哲伦，只能凭着感觉躲开攻击。仅分毫之差，路飞的脑袋差点被麦哲伦给削下来。这种压倒性的战斗力实在是太恐怖了，只要碰到一下就可以宣告 GG。从这一点来看，麦哲伦也算是给足路飞面子，没有瞬间将他秒杀，而是和他有来有往的打斗。小冯远远地看着被麦哲伦追着揍的路飞，着急的只肯墙皮。他虽然很想出手帮助路飞，但是麦哲伦实在是太强大了，强大到让人害怕。小冯在脑海中想象出了无数种攻击方式，自己可以释放许多技能，但是麦哲伦只需要原地不动就可以了。无数个攻击方式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自己被干掉。麦哲伦和路飞打斗甩出来的毒液掉到小冯身边，光是看这种毒液，小冯就已经2腿不住颤抖了。小冯害怕的不能自已，麦哲伦是能够让世界第1大监狱中最强的罪犯闭嘴的地狱统治者，和这种人打架怎么可能会赢？小冯一边飙泪一边咬紧牙根向另一个方向跑去。这个时候麦哲伦的注意力全在路飞身上，是一个逃走的好时机。另一边的逗比2人组巴基和 M23 已经在逃跑的路上了，他们来到通往 Level 3的通道口，看到这里除了副狱长汉尼拔之外，只有一群狱卒，并没有其他的强者。看来想突破也很容易，于是2人跳到人群前准备出手。狱卒们看到2个越狱者来袭，全部举起武器准备厮杀。然而汉尼拔突然下令全员待命，恭送巴基和 M23 离开。如果巴基和 M23 成功越狱，加上草帽路飞的入侵，狱长麦哲伦的责任可就大了。这样一来，狱长的位置肯定保不住，那么自己做狱长的日子还会远吗？巴基和 M23 互相看了看，这他妈怎么看都像是一个陷阱，天下怎么可能有白来的午餐？不管了，先下手为强。巴基使出炸弹攻击， M23 做出蜡烛，一阵炮火连天后，所有的狱卒全部倒地，只有1个人还站立着。副狱长汉尼拔挥动武器，气得大骂：“乖乖过去不就好了，非要动手！既然想干架，那就来吧！”3下5除2将这2个战五渣干翻，然后命令手下将他们捆了起来。路飞和麦哲伦打架上了头，无论如何也想拼死一战。他用出2档，一个喷气手枪打过去，麦哲伦的身体被打出了一个洞，路飞的手臂上也缠上了毒液，剧烈的疼痛让路飞忍不住惨叫。路飞又使出喷气双枪，击中了麦哲伦的腹部，然而依然没什么用。麦哲伦用毒河豚还击，路飞高速移动躲开之后，闪现到麦哲伦身后。麦哲伦反应十分迅速，转身一招毒龙，路飞用喷气手枪将毒龙击退，毒液溅满全身。这时候，路飞突然发现自己四周一片雾气蒙蒙，紫色的烟雾紧紧笼罩着自己。再仔细一看，居然是麦哲伦在制造毒物。路飞瞬间感觉不妙，一股煞气从身后传来，那是麦哲伦呼出的毒云。路飞只觉得呼吸开始变得急促，咳嗽不止。他想伸手将毒云打破，却发现没有任何用。路飞开始感觉耳朵嗡嗡作响，意识逐渐模糊起来。情急之下，路飞使出了神秘的打法，猛吸一口气，将身体胀成气球，然后利用吹出的风将毒物吹散。然而吹散的毒物很快又聚拢在一起，而路飞由于猛地吸入太多的毒气，耳鸣越来越厉害，路飞身体再也支撑不下去，倒在地上。麦哲伦转身宣告胜利，
路飞挣扎，爬起身，一边大叫，一边向麦哲伦发起攻击。麦哲伦抓住路飞的胳膊，将他猛砸在地面上。路飞继续攻击，但是重度太深，加上丧失了太多体力，根本碰都碰不到麦哲伦一下。麦哲伦最后用出毒龙，将二档的路飞吞噬其中。这下路飞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被毒液覆盖全身，再也挣扎不起来。这种毒液无药可解，24小时的剧烈痛苦之后，他就会去往真正的地狱了。另一边，逃跑的小冯遇到了被汉尼拔捆绑起来的巴基和 M23。小冯冲上去将狱卒打倒，然后与汉尼拔站在一起。小冯自知如果拼体力未必打得过汉尼拔，于是利用果实能力变出娜美的样子，使用美人计蒙骗汉尼拔，打开了通往莱欧死瑞的大门。小冯勾引汉尼拔来到僻静处后，从身后偷袭成功，将汉尼拔捆了个结实，并得到了十分重要的通行证——汉尼拔的样子。小冯只要触摸到对方的脸，就可以变成对方的样貌身形。他就靠着变成汉尼拔蒙骗过了麦哲伦，成功将巴基和 M23救了下来。这种时刻，小冯完全可以用汉尼拔的身份做掩护，偷偷越狱。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救出路飞，他希望能和巴基 M23联手，但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找到应对麦哲伦毒液的方法。小冯来到监狱的医疗室，却被医生告知根本没有应对麦哲伦毒液的解毒剂，因为凡是挑战麦哲伦的人基本上都活不下来，所以不需要解毒剂这种东西。巴基和 M23不断劝说小冯放弃路飞，和麦哲伦战斗这种事本来就是自杀行为，现在的路飞基本上已经回天乏术，无药可救了。如果路飞能从麦哲伦手底下活下来，那可真是出了奇迹了。一提到奇迹，小冯灵光一现，如果说这个世界有人能创造奇迹，那就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到，那就是人妖之王伊万科夫。传说不论是濒死的病人，还是即将灭亡的国家，这个人都可以救治过来，是可以救治一切的神奇人物。作为一个人妖，小冯早就对伊万科夫仰慕已久，现在只能找他来帮忙了。不过小冯只是听说伊万科夫被关进了推进城，但是关在什么地方他根本不知道。在推进城里有一个恐怖的传闻，有一些犯人会在完全动不了的情况下莫名其妙的失踪，人称鬼扯秀事件。每个人都在传那些犯人是被超自然的力量拖进了魔界之门，而这个伊万科夫就是神秘消失的犯人之一。路飞被麦哲伦打败之后，被守卫丢弃在了 Level 5。小冯利用汉尼拔的身份，成功得到了一名监狱犯人的名单，并押着巴基和 M23骗过了守卫，来到了 Level 5极寒地狱。想到这里打探一下伊万科夫的情况，顺便寻找路飞。不知道是看守故意整他们还是怎样，他们告诉小冯，汉尼拔通常都是不穿外套直接进入极寒地狱的，不仅自己不穿，也不会给犯人穿。看守们都很佩服汉尼拔的强悍。几秒钟的时间，小冯三人被扒光了外套，丢进了极寒地狱。一阵微风吹过，三人瞬间冻得梆梆硬。而且这里不仅有寒冷的气候，还有一种名叫菌狼的恐怖生物。据说原本菌狼生活在 Level 2的魔兽层，但是因为太过凶猛，差一点把魔兽层的其他生物全部吃掉，所以才被安置在了这里。巴基和 M23一看到菌狼，直接转身就跑，把小冯丢下吸引菌狼。以小冯的身手，本来是可以和菌狼对决一下，但是无奈天气太冷，还没出招就被冻住了。菌狼一拥而上，小冯危在旦夕。巴基和 M23只是远远看着，丝毫没有打算舍命帮忙。本来他们以为跟着伪装成副狱长汉尼拔的小冯会很安全，没想到现在的处境更加危险。从灼热地狱到极寒地狱，环境转变的实在太快了。二人被冻得受不住，只好不断的运动起来，让身体稍微暖和一点，但依然寒冷刺骨。两个活宝用互相取暖的方法抱在一起，但是这种办法不仅没有让身体暖和一点，还觉得很恶心。这时候一大群的菌狼追了过来，咆哮着扑向二人。此时的路飞正在忍受着麦哲伦剧毒带来的剧烈痛苦，但他依然挣扎着想要爬出监牢。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救出艾斯。其他的犯人听说路飞的想法后，纷纷感觉不可思议。在这个推进城里，人人都是为了自己活命，拼命的出卖别人，拿别人当垫脚石。为别人着想的人都是蠢蛋，关心别人只会让自己丢掉性命。其他的囚犯告诉路飞，没有人会来救你的，乖乖去死吧。这时监牢外踉踉跄跄的走来一个人影，既不是狱卒也不是看守。大家仔细一看，来者居然裸着上身，浑身是伤，冻得直打哆嗦，手里还拎着监狱的钥匙。巴基和 M23被军狼群围攻，现在这种情况，在外面晃不如躲进牢房里。M23用蜡烛做出钥匙，巴基将军狼群吸引到另一边，他想用自己的炸弹给狼群造成一些伤害，却没想到这些狼群直接躲开了巴基的攻击，一起扑来。M23从后面奔过来，一招蜡烛墙壁挡在巴基前面，救了巴基一命。巴基突然灵机一动，让 M23做出了一个没有底的蜡烛牢房，两人就这样躲在了这个可移动式的牢房里，抬着牢房向大门慢慢移动，这样就可以抵御那些军狼的攻击了。结果这些军狼同样灵机一动，直接从雪地下面挖了隧道，迂回进了蜡烛牢房的底部，冲进去袭击他们二人。在这种所有人自顾自己活命的地方，小冯拼死拿到钥匙跑回来营救路飞，让其他的囚犯十分震惊。小冯打开牢房，把钥匙丢在地上，然后拖着一个小雪橇，带着路飞一步一步走向雪地的深处。
他现在只想快点找到伊万科夫，把路飞救活。伊万科夫在哪里，根本没人知道。他拖着路飞问了一间又一间牢房，找不到一点线索。小冯走了很久，终于有个犯人给小冯指了一条明路。在极寒地狱里有一片森林，森林的深处里有一个荒废的看守室，有人曾看到奇怪的人出现在那边，也许和伊万科夫的神秘消失有关系。小冯谢过那个犯人，拖着路飞向森林走去。然而这不过是那个囚犯无聊耍弄他的一个把戏而已。森林可是军狼的巢穴，进去的话估计瞬间就会没命了。但是不管前面是陷阱还是其他什么，小冯认定找不到伊万科夫绝不罢休。现在能救回路飞的只有伊万科夫一个人。小冯拖着路飞在前面走，后面跟了一群军狼，稍不留神，军狼群就会冲上前展开猎杀。小冯转身一个人妖拳法将打头阵的军狼打倒，其他军狼绕过小冯，偷袭雪橇上的路飞。小冯跳过去扛了下来，旁边的军狼趁机咬住小冯的肩膀和小腿。小冯倒地后，军狼们一起涌上来，狠狠撕咬小冯。这时昏不醒的路飞突然神志不清的爬起来，冲过来对着军狼就是一口。其他军狼都被吓住，路飞瞪圆了眼睛，再次无意识的使用出霸王色霸气，军狼群被震翻在地，路飞随即也体力不支晕倒过去。小冯还想问问路飞刚刚的招式是什么，结果自己也直接晕倒了。二人濒死之际，一个手捧红酒杯的神秘人踏着碎步向二人靠近。这人的装束很奇特，头发、眼镜、衣服、鞋子都很鲜明的分出两种颜色。他来到路飞二人前，站住脚，盯着他们看了好一阵。此时距离艾斯的公开处刑只剩下26个小时了。莱欧湾的暴动已经被狱组长萨鲁解决完毕，麦哲伦又干掉了路飞。这一下监狱终于太平了，可以放心的拉肚子了，无暇再顾及其他。狱组长萨鲁在清点钥匙的时候，居然发现少了一串，而另一位狱组长小萨蒂正带着狱卒兽追击小冯，找遍了1、2、3、4层都没有找到这个人。难道他就这样凭空消失了？没错，小冯和路飞二人与之前那些被鬼扯秀的犯人一样，在 Level 5凭空消失了。当小冯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这里好像一个地道，在地道的尽头呢还有人的声音。小冯顺着声音寻了过去，找到走廊深处的一个木门，推开门，小冯惊呆了，这里仿佛是一个乐园，人们聚在一起喝酒聊天狂欢，十分热闹。大家看到小冯后都热情的与他打招呼，招待他坐在位置上享受美食。小冯哪有心情吃吃喝喝，他现在只担心路飞，而且这个酒馆一样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小冯努力回忆自己婚事前的片段记忆，一个身穿奇怪服装的女人走过来搭话，她就是之前在 Level 5救了路飞和小冯的那个奇人。面对小冯的各种疑问，女人不慌不忙地喝下杯中红酒。这时房间的灯光突然暗下来，舞台上似乎站着一个人影。小冯靠在前排张望，舞台灯光亮起，台下的人不断吹口哨烘托气氛。台上那个人影准确无误地叫出了小冯的名字。更令小冯震惊的是，这个变态的陌生人竟然就是自己此生一直仰慕的传说中人物人妖王国卡玛巴卡狗女王，人称人妖王伊万科夫。欢迎来到 Level 5新人妖乐园，我是谢梦君，咱们下期见。